今天美联储如期降息25个基点，但美联储会后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直接影响着我们每一笔投资，尤其是像黄金、白银这样的资产。这就是美联储刚刚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摘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EP 报告。这份文件可以说是市场的宝藏图，内容非常详尽，包含了美联储所有成员对未来几年经济的看法。别担心，我不会只念数字，我会带大家一页一页的看，把这些复杂的图表和数据转化成我们能听得懂、用得上的投资洞察。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还是刚刚接触黄金、白银投资的新朋友，今天的内容都会对你有所帮助。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到报告当中。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来看报告的第一页，这一页是引言，它告诉我们这份报告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12月9号到10号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就是 FOMC 会议上，每个参会者都提交了他们对未来经济的预测。预测的指标包括大家最关心的几个 GDP 增长、失业率和通胀。预测的时间范围是从2025年到2028年，还有一个更长远的预期。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报告提到每个人的预测都基于适当的货币政策。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这不是一个被动的预测，而是他们认为在采取了正确的加息或者降息路径之后，经济应该会呈现出来的样子。这本质上是向市场透露出来他们未来的政策意图。对于我们黄金、白银投资者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信号，因为黄金作为一种无息资产，对利率的变化极其敏感，所以理解他们的政策意图就是理解金价未来走向的关键。好，我们来翻到第2页，这是整份报告的核心。表格1，这张表格信息量巨大，我们一项一项来看。这张表分为3大部分，中间一列是中位数，也就是把所有委员的预测从高到低排列，取最中间的那个值，代表了 FOMC 的集体观点。然后是核心趋势，剔除了3个最高和3个最低的极端预测，代表了更集中的共识。最后是范围，显示了最高和最低的预测。这能让我们看到委员们内部的分歧有多大。我们先看第一项，实际 GDP 变化。看中位数这一行，2025年的预测是 1.7%， 2026年是 2.3%。请注意，每一行下面都有一行9月预测作为对比。我们看到，相比于9月份，他们对2025年和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都上调了。这说明美联储认为经济的韧性比之前想象的要好，短期内出现严重衰退的风险在他们看来是有所降低的。接下来是失业率，2025年的预测是 4.5%， 然后逐年小幅下降到 4.2%， 这个数字仍然高于很多人认为的充分就业水平，暗示着劳动力市场可能会继续温和降温。这对于美联储来说是好事，因为一个不过热的就业市场有助于抑制通胀。然后关键中的关键 PCE 通胀，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看中位数，2025年的预测为 2.9%， 2026年为 2.4%， 2027年为 2.1%， 最终在2028年回到 2% 的目标。相比于9月份，2025和2026年的通胀预测都略有下调，这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美联储相信通胀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可能比之前预期要更快一点达到目标。这对于黄金是潜在利好，因为通胀回落意味着加息的压力减小，降息的空间增大。下面还有核心 PCE 通胀，剔除了食物和能源，同样显示出稳步下降的趋势。最后我们来看备忘录里面的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他们的政策利率的预期。中位数显示，2025年底的利率预测是 3.6%， 2026年底是 3.4%， 2027和2028的 3.1%。
这个路径告诉我们，美联储预计在未来几年会持续降息，但降息的步伐可能是缓慢而渐进的。对于黄金白银来说，明确的降息路径是最大的推动力之一，因为它们降低了持有无息资产的机会成本。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个降息路径的终点，也就是更长远的利率中枢，仍然在 3%， 这比历史上的水平要高，暗示着我们可能不会回到过去的零利率时代了。当然，看懂宏观方向只是第一步，想知道我们浩投资量化交易系统是如何精准捕捉这类确定性机会的，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一下。现在我们来到第3页图表1，这张图就是把刚才表格里的数据可视化了，让我们看得更加直观。这里有4个小图，分别对应 GDP、失业率、PCE 通胀和核心 PCE 通胀。图中的蓝线是过去几年的实际数据，而右边的部分是这次预测。那个小小的横杠是中位数，蓝色的方框是核心趋势，而长长的工字线则是全部预测的范围。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比如在第3个图 PCE 通胀里面，预测的轨迹是平稳向下的，最终汇集到 2% 的长期目标。而第1个图实际 GDP 的变化则显示，在经历了一些波动之后，经济增长预计会稳定在 2% 水平左右。这些图表是对表格数据一个很好的视觉补充，帮助我们快速抓住未来几年经济的总体趋势。好的，现在是万众瞩目的第4页图表2，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点阵图。这张图非常重要，它揭示了每一位 FOMC 成员对未来利率水平的个人看法。图的纵轴是利率水平，横轴是年份和长期。图上的每一个小圆点都代表一位委员对于年底政策利率的预测。我们来看2025年，这些点主要集中在 3.5% 到 4% 之间，这与我们刚才看到表格中的 3.6% 的中位数是一致的。再看2026年，这些点开始变得分散，从 2% 多一直延伸到接近 4%。这说明什么？说明随着时间推移，委员们对未来的政策路径分歧越来越大。有些人认为需要快速降息，而有些人认为则应该保持更高的利率更长的时间。这种分歧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市场会因此而波动。对于黄金白银的投资者，点阵图的解读关键在于看整体重心的移动。如果这次点阵图的重心相比上一次整体下降了，就说明美联储的立场变得更加鸽派，也就是更倾向于降息，这对金价是大利好。反之，如果重心上移，就是鹰派信号，对于金价不利。从这张图来看，降息是共识，但降息的速度和深度是未来市场博弈的焦点。想知道我们量化系统是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市场博弈中寻找到确定性的机会的，可以看看置顶的第1条留言。接下来的第5页到第9页分别是图 3A 到 3E， 这5页内容是一系列的柱状分布图，它更详细地展示了委员们预测的具体分布情况。我们挑2个重要的看一下，比如第5页的图 3A 是关于实际 GDP 增长的，蓝色的实线框是这次12月的预期，虚线框是9月份的。你可以看到2026年蓝色的柱子相比于虚线整体向右移动了，说明更多的委员现在认为2026年的经济增长会更加强劲。再比如第9页的图 3E 是关于联邦基金利率的，这可以说是点阵图的另一种展现形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26年认为利率应该在 3% 左右的委员和认为应该在 3.5% 左右的委员都为数不少，形成了几个小山峰，再次印证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内部分歧很大。通过分析观察这些分布的变化，我们可以更细致地把握 FOMC 内部情绪的演变。现在我们来看第10页图 4A， 这里开始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不确定性和风险。
上面的扇形图展示的是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中间的红线是预测中位线，而外面的蓝色扇形区域是基于过去20年预测误差计算出来的一个70%的置信区间。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在告诉你，这是我们的最佳预测，但根据历史经验，有70%的可能性，最终的实际结果会落在这个扇形区域之内。你可以看到，这个扇形区域非常宽，说明经济预测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更关键的是，下面的2个小图，左边是关于 GDP 增长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委员认为当前的不确定性比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更高。右边 GDP 增长的风险，大多委员认为风险是大致均衡的，也就是说，经济超预期增长和不及预期增长的可能性差不多。这对我们交易者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的市场的波动可能会很大，我们需要为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管理好自己的仓位和风险。那么具体如何科学的管理风险呢？我们的好投资量化交易系统就是为此设计的，大家可以点击置顶留言了解一下。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第11页图 4B 的失业率和第12页的图 4C PCE 通胀，它们都同样的方式展示了对失业率和通胀预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评估。比如在第12页关于通胀的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 PCE 通胀的风险这个小图里，委员们认为风险是大致均衡的，或者偏向上行的。这意味着他们担心通胀的粘性可能会超出预期，通胀数据高于预期的可能性要比低于预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是一个偏鹰派的信号，暗示着如果通胀数据不理想，他们降息的决心可能会动摇。这是黄金投资者需要警惕的风险点。第13页和第14页的图 4D 和 4E 是2个扩散指数图，他们把刚才我们看到的委员们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判断拉成了一条长长的时间线，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比如第13页图 4D， 这个指数高于0，代表多数委员觉得不确定性很高，低于0代表他们觉得不确定性低。你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或重大事件期间，比如2008年和2020年，这个指数都会飙升。第14页的图 4E 则是风险权重，指数高于0代表大家认为风险偏向上行，低于0则认为风险偏向下行。通过观察这2条曲线的走势，我们就可以了解当前美联储的集体情绪在历史上处于什么位置。最后我们快速看一下第15页到第17页。第15页的图表5是专门针对联邦基金利率的扇形图，和我们前面看到的 GDP 的图类似，同样显示出未来利率路径的巨大不确定性。第16页的表格2则量化了这种历史预测误差，比如它告诉我们，对于2年后的 GDP 的预测，平均误差是正负 1.7 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差，再次提醒我们不要把美联储的预测当作板上钉钉的真理，它只是一个基于当前信息的指引。第17页是名为预测不确定性的文字说明，它详细解释了这些图表背后的方法论和意义。我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去阅读，它能够帮助你更深刻的去理解美联储是如何看待和应对经济中的不确定性的。好了，朋友们，我们已经把这份最新的美联储经济预测摘要从头到尾详细解读了一遍。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第一，美联储上调了近期的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下调了通胀预期，这是一种软着陆的理想情境。第二，点阵图显示，未来几年降息是明确的大方向，但委员们对于降息的速度和幅度存在巨大的分歧，这本身就是市场波动的来源。第三，美联储自己也承认，对未来的预测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并且他们尤其担心通胀可能会再次抬头。那么这一切对于我们黄金白银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总的来说，这份报告偏向鸽派，对黄金是利好的。
明确的降息路径为金价、银价提供了长期的支撑。但是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因为美联储对经济增长的乐观看法以及对通胀上行风险的担忧，可能会让他们在降息的道路上犹豫不决。任何显示经济过热或者通胀顽固的数据都可能引发市场的恐慌，导致金价短期回调。所以我的建议是，在战略上我们可以因为降息周期而看多黄金白银，但在战术上必须保持灵活，密切关注后续的通胀和就业数据，并利用市场的波动来寻找更好的入场机会。希望今天的深度解读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市场的格局。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任何重要的更新了。投资是一场信息战，而我们的努力就是为您提供最前沿、最深度的解读。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